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婉儿的病情给稳定住，对吧？不说孩子的事儿了，凯哥，明人不说暗话，我就是想知道你收购科宝的真实意图，和叫我到公司来让我具体做些什么。我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意图，因为公司现在面临着转型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做企业转型，我可以出谋划策，可是把科宝变成企科，还有后续一系列的操作，这些我帮不了什么忙。明达，我非常欣赏你，我欣赏你的学识，欣赏你的才华，欣赏你的眼界。我这里现在有机会，也有资源，我真的不明白你在拒绝什么。做企科的真正目的，出口退税，不是退，是骗。哎，喂，在我眼里不是，我觉得那就是合理合法的收入。我是商人，商人必定是要逐利的，我为什么不？明达，我希望你呢，不要只是站在你个人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，也替婉儿想一想。你看现在，房子卖掉了，周围亲戚朋友能借钱的地方都借了一个遍。婉儿的病呢是基因病，需要打一辈子的针。她现在还那么小，你有没有为她的未来做一些打算呢？我的意图你都清楚，税务这一块我不懂，但是我想跟你说，我们时间并不多，我需要这些钱来打理我所有的生意，你呢？你也需要给婉儿和你太太一个希望。圆满完成任务。小英，你干嘛偷拍大家啊？这哪叫偷拍啊，这叫抢拍。这样照出来的人啊，特别真实。你看，2年以后你再看这个照片，特别有意思。师傅，这次是真没想到，他们还有第2个小收获。这个就叫狡兔3窟。但是啊，不管它有几窟，我跟高鹏都能给它掘出来，是不是高鹏？还有那个多元食品的杨总，他的隐匿收入居然全都藏在亲戚名义上面的账户里。李欣欣，吃饭就别谈工作了呗，你让人李科多吃2口嘛，是不是？没事，我不饿。哎，这样，我替这个年轻的组员们说2句话吧。我觉得呢，我们以后啊，应该多跟着2位呢，破案，破大案。像今天这种日子，应该越多越好啊，让我们年轻的这个新兵们也能够其乐融融的一起聚一聚，这多好，是不是啊？是。总之呢，跟2位工作就是一个字儿，爽。包括你也说2句啊，你们偷吃。那我借这一杯酒。我要感谢李科、邓科和在座的各位，能跟你们一起共事是一件让我特别开心的事情，也是我特别难忘的回忆。哎，师傅，这样我提议啊，我觉得我们应该跟英勇富商的李科喝一杯，你觉得呢？是不是？对，富个商还叫英勇了。咱们差不多就得了，你们也少喝点。这李科真受伤了的啊！哎，没事儿，这算什么伤啊？也不是截肢啊。来，我就一茶带酒，敬小伙子们。李科干了。哎，不对，还有咱这一枝花呢。
你也辛苦啊。师傅早日康复。师傅，我有个事儿要跟你汇报。这最近啊，那个神理科的小鱼，他单身，天天骚扰我，问欣欣啊，欣欣，他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啊？你要不要考虑考虑？哎，考虑什么考虑？不可能，欣欣是我们医科的花，绝不嫁到外人家。是不是，兄弟？是啊，怎么不是？对，说的太对了，好不好？在我心里啊，一直医科、二科都是一家人。对啊，师傅，我再向您汇报一件事情，我雄毅啊，明草有主了。我替咱们科已经解决了李欣欣同志单身的老大难问题。李欣欣同志呢，从今天开始也是名花有主了。谁老大难啊？真的假的，欣欣？来，师傅，真哥敬你们一杯。敬你们一杯。欣欣，你别喝了啊！你别喝了。哎，他不喝可以，你得喝。我替他喝呀。哎，你少给他喝。给我。你这是内卷啊！你就卷了。喝一杯。我干了，我替他喝。雄毅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一家人归一家人。你要是敢欺负欣欣，我们可都饶不了你啊！对，我这看出来了啊，我们二科呀要添丁进口了。是什么天津进口啊？顶多你们二科算是倒插门，他雄毅就是个赘婿。赘婿，但是我告诉你啊，赘婿我还没说完呢。赘婿我们也欢迎啊！不丢人，来，不丢人，来，恭喜啊，恭喜啊！来，恭喜二位，恭喜二位新人，恭喜啊！干杯！没事吧？你喝这么多酒还骑车啊？打车啊？那这车怎么办？放这一晚上？那你带他还是带我？自己选。带他吧。那我走。逗你呢，早就叫好车了。走吧。拽啥？别看了。诺诺都睡了吧？今天我们的案子结案，大家在一块聚聚，所以回来有点晚。好，明天我一定准时到啊。
谢谢。越来越显形了，这是说我胖了吗？哎，他现在开始动了吗？哎呦，他动不动看心情吧，主要看他喜不喜欢你。二宝，二宝，二宝，哟，我动了，还真动了！吓我一跳！哎，你摸这儿，有感觉吗？有哎，说明他喜欢你啊！李总、梁总、麦总来了。麦总来，这是？估计是来谈续合同的事。你搞定了？不是，你怎么搞定的？哎，不是你没告诉我呢。麦总，您的茶。说一声。哎呦，麦总，贵客临门呀！啊，您说您来都来，你还带这么多东西，太客气了。一点心意也是一份歉意啊。来，坐。哎呦，麦总，喝点茶啊。我这次专程过来呀，是跟单信谈续约的，同时呢，也对二位表示感谢。梁总，你做的多元公司以及食品行业的税负分析报告啊，让我们受益匪浅啊。您过誉了，那是我们应该做的。是我们对税收的了解太过浅薄了呀。梁总，你们团队以后还得多多指导。就拿这次多元公司和杨致远的事情来说嘛，不仅补税罚款，品牌的声誉还受到了一定的影响。好的税收筹划既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，也落实国家税法精神。安保以后还是要多仰仗二位啊。感谢麦总对我们的信任啊！我说过，这锦秋啊是我们最好的税务师，咱们以后一定要长线合作下去啊！哎，这么着，今天是个好日子啊！您一来带这么多礼物，现在双喜临门了。中午赏光留下来跟咱们聚个餐，好吧？这吃饭是必须的啊，但这单得我来买。不，应该我请您吃饭呀。梁总，一块儿吧。吃饭我就免了吧。续约的具体的细节您找丹娜聊就行，我还约了人。哦，那行，这么着，我带着团队，咱们中午边吃边聊。行，边吃边聊。订单的问题都处理完了。要查仔细，不能够有缝隙。现在人人自危，谁还管得了谁的死活？只要放一点消息出去，一些厂方和商家宁愿付违约金也要退单。更何况您之前安排的巧妙，订单半真半假，真的都火烧眉毛了，假的就更不用说了。那手机生产这一块呢？您放心，这块也很顺利，也全部按照您的吩咐，进购了最廉价的元器件进行组装。你说你这老公啊，有你一半聪明，也不至于是今天这个状况。你说，他一个做钱庄的，没了信誉就没了钱，这个道理他不明白吗？愚蠢至极。他当时也是被利益蒙住了双眼吧？行吧，那个剩下的东西我来处理啊。等这事儿了了之后，你告诉他，自谋生路。谢谢。来，赶紧把衣服穿上。别着凉了。今天你跟小星表现的真是太棒了，多亏了你们的努力，我们今天才能拿到第1名。其实我也没想到，我跟小星算是第一次合作，
没想到还挺有默契的。知道你平时工作忙，之前呢都是小星爷爷还有小星爸爸来开家长会。今天你能抽出时间陪小星参加这个活动，我能看出来，小星今天是真的很开心。黄老师，小星平时在学校真的多亏了你，这都是应该的。现在你也有我的微信了，以后有什么事儿随时跟我联系。好，那我有事我先忙了。好嘞，好嘞，谢谢黄老师。啊，好，小星今天表现特别棒，拜拜。给点擦擦，别着凉了。爸，我们在这儿呢，你来了。爸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现在得了第1名。第1名？真的爸，不信你问锦秋妈妈。对啊，我们获得了第1名，可厉害了。怎么了？今天看起来挺不一样的。哪里有不一样？我也觉得你今天不一样了，你平时更好看。锦秋妈妈，今天可是全场最好看的妈妈。是吗？你嘴什么时候变这么甜了？跟谁学的？我说的都是真的，你不是没听见。刚升台前，好多同学都在跟我夸你呢。哎，你们俩饿不饿？爸，我真有点饿了，你就吃点呗。我好像也有点饿了。我带你们去吃最好吃的烧烤。走，走，吃烧烤去喽。走。哎，刘科长，正可忙着呢。这次来了个大业务，出口退税，手办公司。自从1年前变更了法人之后，出口量呈现爆发式增长。之前区税务局也做了调查，发现这家公司存在骗取出口退税的嫌疑，所以移交到了我们这儿。宋局的意思是，这个案子交给你们科办。我们这很多年也没有碰过这个出口退税的案子了。嗨，你就别谦虚了，这不就来了吗？得了，你先忙着，我待会儿去东杰那儿给他送个大业务去。好。出口退税案，大家都了解一下。看见吧，郑科一会儿该提问了。熊毅，你说说。出口退税，指的是退出口商品或者服务，在国内需要交纳的增值税和消费税，用来提高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。原本呢是为了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出口的政策，但是被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假出口来骗取出口退税，这不但造成了国家税款的流失，还挤压了正常出口企业的生存空间。你们看到的资料是安霞海关发过来的，是关于金盛公司报关出口的资料，还有区税务局前期调查的一些资料。我简单给你们讲解一下，这家公司呢是专门做手办出口到境外的。金盛公司作为生产型出口企业，它是享受免抵退税的政策。前些年呢，这家公司出口的业务并不大。1年前他们换了法人以后，这个出口量爆发式的增长，出口额波动异常。短期内大量手办的出口引起了海关的注意，所以安霞海关提醒我们税务部门调查下这个金盛公司的情况。这个公司原本是做儿童玩具的，虽然手办也是玩具的一种，但是二者的单价却是天差地别的。而且他们出口的这个手办属于机械类，这种金属类的手办确实挺贵的。但是以金盛这个规模来看的话，这个出口量就存疑啊。这个销售额，就算把全中国的手办都集中起来，也到不了这个数。哎，那你是没进手办这个圈子。喜欢手办的爱好者对动漫人物都特别喜欢，愿意花费大量的金钱购买和收藏，而且特别忠诚，特别容易上瘾。圈里有句话叫什么？入坑容易，脱坑难。赶紧熟悉下资料啊，我们分一下工。金哥，这批货还得拜托您。现在这动漫播的正热，正是供不应求的时候。哎，你呀，这次原型的设计啊，至少还要需要2到3个月的时间啊。
哎呦，金哥，现在就等着制作出样品进行宣传呢，您费心了。喂，哎，我跟你讲啊，你刚刚给我的图纸呢，我觉得重心是有问题的呀。这个底盘肯定是要重新做一下。另外呢，这个元部件的接口你都没有标记清楚啊。对，肯定是要重新做一下的啊。等一下，你把新的图纸给我送过来，好吧？哎，好的。金老板，啊，这，哎，你是知道的啊，我呢只对玩具啊、手办呀还略懂，关于这个商务的问题啊，到时候你找哎，你看，佘会计来了，你跟他谈。佘会计，咱这单子啊，咱这单子没问题啊，你放心，今天你先回去，到时候我给你打电话，好吧？啊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别担心，那我明天给你打电话，好吧？哎，慢走啊。有事跟他直接沟通啊。哎，行。税务局来人了。税务局来人干什么？也没什么大事儿，就是咱们厂子找了一些票来配数，多报了一些量而已。咱厂子是真的，也切切实实的是有生产的。哎，对，那就行了。反正这些事情啊，我也不是很懂，你来处理就好了啊。老板，他们现在要见法定代表人，一会儿下去，您可千万注意说话，问什么别说跟咱厂的出口有关的就行，记住了吗？哎，好，记住了啊。哎。你看，这就是咱们的生产车间了。我们车间呢，一共配备了12台机器。你看一下，眼前这块区域呢，它这个机器主要是生产手办的零部件，后面还有些机器是用来制作模具的。咱的产量大，机器基本上都投入使用了。对，还有这边。老板来了，那我就你去忙吧。这儿啊。这是我们领导，也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金总。啊，你好，金总。哎，领导你好。别叫我领导，我们是新东市税务局的啊。之前基本的情况呢，已经跟佘会计说过了，但是有些问题啊，还要询问法定代表人。这个是我们的证件啊，还得麻烦您配合一下。哎，应该的，配合啊。我们在执法的过程中呢，你们有权向我们了解国家的税收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，以及纳税程序中的有关情况。我们也会对您的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、个人信息呢进行保密。你也可以向我们提出回避申请，我们可以找地方进行单独的沟通。您看有这个需要吗？没有这个必要吧？有什么话我们可以敞开的聊嘛。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啊。那是最好。还不知道该怎么全名称呼您呢？熊毅，我叫金城武。金城武，哎，你跟那个明星是同名啊？不是的，我爸爸姓金，我妈妈姓程，我排行老五，金城武，名字一样，字不一样的啊。同名不同字的，不是文武的武，不是的。你们公司是做手办的吧？对吧？我给领导介绍一下参观一下啊。好。以前这里是做儿童玩具的。哪种儿童玩具？就是些益智类、拼装类的小玩具，主要是针对学龄前儿童。那种玩具做起来容易，后来吧。家长跟孩子都开始追求那种大品牌了，我们做这种小玩具的可就不好做了呀。做儿童玩具不赚钱，就改做手办了。没想到做手办大人小孩都喜欢玩的。那你这个工厂现在有多少员工啊？哎呦，这个我不太清楚应该是有个150人左右吧，好像是吧。不过后来很多人都走掉了，你们不知道，
这些人呀，哎呀，他们跟我闹，说是要涨工资啊。没事，会计，我想问一下你们财务室在哪儿？我们想看一下账目。哎呦，真不巧，不好意思啊，今天我们财务室小刘请假了，然后想走呢就走吧，我们都可以啊。小刘请假了，跟谁请假了？我跟你讲，这个小刘啊，他就仗着是我二舅妈的外甥，就有一搭无一搭的上班，这都多少回了，屡教不改。哎呦喂，气死我了！记得广工，我现在啊就给你打电话。哎，你先别生气，这事儿怪我。小刘今天跟我请假了，跟我请的。刚才看您在忙，我就没来得及说，跟我请的。哦，请假了哈？是，他有事儿。你们是要备用钥匙是吧？我办公室有一把，就放在我抽屉的第3个。要不我去看一下在不在？啊？太好了。哎，我一起去。您稍等啊，稍等。我刚才没有说错什么吧？出口2个字我没有提哦，我一直在跟他扯别的东西啊。不是，那你没事，你填小刘干嘛呀？啊，我说小刘请假就是骗他们的，为的就是不让他们看咱们的账。啊，这个样子呀？那现在怎么办呀？哎，以后碰到这种事情，你要提前跟我讲的呀。你在那边挤眉弄眼的，谁知道你要说什么呀？金哥，咱一会儿回去了，您就别说话。说多错多，其他的都交给我来处理，好不好？哎，好，不讲话了啊！车间出来这块儿就是你们的生活配套了吧？啊，是的，我给你指指啊，这边是车间，您刚才看过的啊，再往右呢是装箱、打包的地方，挨着咱们的库房啊。按道理说呢，装箱打包的这个屋子呀，直接放到仓库里面，工人呀操作起来呢比较方便。但是库房的货啊堆不下，实在是没有办法，才换到这个地方。那你们这出货量不小啊？哎，对。那这是？中间是库房，靠近这边的呢是餐厅。1950年都70岁了，还干活呢。再往前一点点是员工啊住的那个地方。哎，不止一个。关键是我们这个地方呀，就是空气好啊。再往远走呢，就有山了。师傅，他这个人员表上面有好多人都是1950年，这都70岁了，值的还是夜班。你看这个，还有这个。哎，金总，哎，你看你们公司还有70岁左右的员工啊，还不止一个。这事儿怪我。哎，你快给这个领导解释解释啊！是这样，领导，这几位啊就住隔壁村儿，他们就是身份证丢了，所以才来我们这儿干活。我们就是冒名顶替用了别人的身份证。就我们招工的人当时就想着是都挺不容易的，他们家特别穷，我们招工的人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。但这事儿肯定是我们监管不力，我们以后一定会彻查，绝对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。对，我们其实啊也挺不容易的，都是良心企业呀。
明白明白。啊，对了，我还有2个问题啊。那个，刚才那个金总跟我说那个食堂在那边，我看那个食堂好像设备还挺齐全的，伙食怎么样？我们是包餐的，就有荤有素，到点就有饭。这我们也不是那种黑心厂家。对，没错。工人排班是怎么安排的？哦，我们3班倒，没办法，实在是太忙了嘛，就是都是24小时连轴转的，机器不够，只能靠人转了。哎，对，金总，饭好了。哎，你看，说着食堂的事啊，饭就好了。要不请3位一起到我们的食堂啊，尝尝我们的伙食。哦，金总，那谢谢了。那个阿姨，谢谢了。我们有规定，不能吃企业的饭，今天也差不多了。你们把那个东西收拾好，我们也撤了。按照规定来，按照规定来。是。那金总，谢谢你的配合。应该的。辛苦啊，辛苦。谢谢啊，辛苦啊。走吧。哎呦，这个下雨了，我要不要给你们找个伞呀？没有，我没有车啊，就这样。不，这我找。没事没事，谢谢啊，回去吧。哎呀，来，快点躲雨。哎呀，师傅，我去开车。好。哎呀，你们也辛苦。没事，阿姨，谢谢你准备的饭菜啊。哎呀，没有，我们厨房的饭菜挺好吃的。你们吃了再走吧。我们金总啊很大方，你们来了，他叫我专门准备的饭菜，挺好吃的。你们厨房做得好是好事啊，工人也口服了。但这样的话，你们下班不就得晚了？你们不是3班倒吗？也不是，按理说工人3班倒，我们也该弄点宵夜、馒头什么的。但是我们厨房从来不上夜班。从来没有宵夜。哎，那工人没有怨言？没听到谁说有怨言。哦。哎，我先忙去了啊。好，谢谢您啊。师傅，咱们是不是应该马上找那几个冒用身份的人做笔录啊？万一串供了怎么办？别着急，等一等，给他们留点口子，为时必缺嘛。走，快上车。回去你们把那个发票数据整理一遍，从委托方到供货方。包括他们的货物运输、保险方面，都按项整理出来。我要可视化的数据。好。挺长时间没跑步了吗？你们？今天晚上咱们夜跑一个呀？这不是下雨了吗？怎么跑啊？我看手机天气预报了，7点半以后啊，这雨就全没了。8点好不好？8点在我家楼下集合。差不多了吧，师傅？往回走吧。彩凤咋了？你打鸡血了？你不挺厉害的吗？来！我真的，我要不是鞋不行，我跑死你！来呀，师傅，不是挺能跑的吗？这地儿眼熟啊！是不是跟下午来过那儿？金盛啊！金盛，不是吧，师傅？这都下班了，怎么着还要查案子呀？我当然知道下班了，不是在执法。现在我顶多是一个跑步爱好者，你呢是熊毅，他是施海峰，当然你也可以当我不是你师傅现在。是吧？哎，肚子怎么疼啊？找个地方上厕所去。走吧。
有人吗？有人吗？这谁呀？这大半夜的。师傅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是在这门口跑步的，刚才跑的时候肚子疼，但这一路啊没有厕所，就想跟你们借一下工厂的厕所用一下，行吗？啊，对，肚子疼。啊，上厕所呀？行行行，谢谢啊。这小伙子，你们大半夜跑什么步？就前面。哦，就前面。转弯就是啊，就在那儿啊。谢谢。转弯就是啊。好。哎，很快啊！去吧。哎，大爷，林昭这附近哪有卖水的吗？哎，兄弟，别拍照，拍了也没用，不能当做证据。你得删掉，知道吗？今天我们不是来执法的哦。师傅，你怎么知道这儿晚上没工人啊？下午我们走的时候，那个做饭的阿姨这么说的。他们没有宵夜。阿姨，完事儿了啊！麻烦您了啊！谢谢。去吧。好。啊，感谢。哎，没事。谢谢大爷。好，谢谢。改天聊。去吧。哎，咋样？不是，咋样啊？过去说。哎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工厂里面一个工人都没有，机器全部都空转。真的假的？师傅，服了。那你说这大晚上的，这机器为什么空转？为了消耗水电，这样就可以和他们虚假的生产量匹配上。那如果他们的生产量是伪造的，说明什么问题？说明这家公司就没有生产那么多的产品，他们的出口数量也是假的。可是海关发函说得很清楚啊，金盛公司的确申报出口了那么多的产品，这怎么解释啊？痴呆子，我发现你是真呆。哎，啊，他们申报出口的商品，有可能就不是金盛他们自己的，啊，他可以拿别人家的货冒充自己家的产品进行申报出口，用来骗取出口退税，听明白了吗？有道理，是不是师傅？你小子今天晚上是任督二脉打通了吧？哎，那赶紧回去吧，明天要上班了。是，不能耽误明天的工作，我绝对不会迟到的。我现在就打了鸡血一样，充满了干劲儿。我先走一步，拜拜。帅峰跟上了啊，跟上啊！哎，郑哥，咱们不跑？我叫的车马上就到。嗯。熊毅、石海峰，去新东各个银行走访，查一下他们的资金流。哎，对了，税务那边你处理好了没有啊？你要弄清楚啊。
我这个心啊是七上八下，七上八下，你千万不要搞不好，哎，让他们来找我啊。你就放心吧，估计是查咱的资金呢。这个税务局查出口退税很正常，一般都是从这几样入手。他们就是查个资金啊。我都处理好了，这开票公司已经跑了，开票公司的上游企业也注销了。这等于就是给咱们提供了天然的保护。现在是找的新的公司，干干净净，经得住查。哎，不是啊，什么叫跑了？没有问题，跑什么跑呀？哎，不是啊，什么叫跑了？没有问题，跑什么跑呀？哎呦，我就这么一说，那公司经营不善，可不就得跑吗？您就别瞎操心了。哎，老板，您得赶紧打电话问问了，这个下批出口的订单，是不是快违约了？哎。我们调查了金盛公司的供货情况，给金盛公司提供发票的企业叫做华英公司。华英公司不是在新东市注册的，然后它现在已经走到失联了。于是我们找到了华英公司的上游企业，叫做民祥合金。民祥合金突然注销了，于是这条发票链也就这么断了。现在奇怪的是什么呢？民祥公司一直是正常的经营状况。怎么突然就注销了呢？注销了？调查了没？查过了，人已经联系不上了。留底资料也没有发现任何的问题，就不好再继续往下深挖了。也就是说，这条发票的线索断了，没法继续了。没事，再想想其他办法。对了，除了发票，也要关注物流情况。准备文书，我已经跟局长申请外调。好。哎，你好，我问一下，邹野邹经理在哪儿？他在这里面。哦，好，谢谢啊，谢谢啊。大轩，你说咱拿到进仓单之后怎么处理？我还没弄那玩意儿。用进仓单上面的信息和金盛提供给我们的资料进行对比，这样就可以知道他们的货品数量，还有装货、卸货的信息是否是一致的，这样就可以查出他们是不是一家合法合规的出口企业。行啊。这边。这么多啊！这金盛公司之后的单子啊，我们会留意的，但是这之前的单子就只能靠你们自己翻了。我还有事儿，我先去忙了啊。你们有什么事随时联系我啊。开始吧。啊。我去找套桌椅。好。早餐来了。
大雄，我感觉我现在脑子快炸了。我好羡慕星星啊，他能跟李科去林场那块儿，不用在这块翻这么多的这个进仓单。欣欣，帮我一下。这挺小了，这个。哎呀，哎呀，哎，哎，林姐，啊，你这是儿童款的吧？标准款。来，咱们国家禁止土葬都这么多年了，你这么多棺材卖给谁去？啊？说实话，你们公司到底做什么的？就是木材加工，做棺材的嘛。做棺材啊？就这？70万啊？谁给你的自信啊？那我们公司用的那都是上等木头。对，那上等木头成本自然就贵了。对，这金丝楠木呗，鸡翅木啊，是不是？啊，对对对，还对。你蒙大傻小子呢？林姐，你是真不老实啊！我可给你机会了，是你自己不要的，那就不怪我了，啊？还嘴硬是吧？行，潘队。哎呀，问明白了，什么棺材公司、木材厂，都是假的。交给你们了。你就是林杰？对。我们是新东市公安局的，现在对你依法进行传唤。我没犯法。没犯法？那你账上这些木材都去哪儿了？我还有别的厂子。行，带我们到别的厂去看看。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！好，那咱们走。走吧。哎，哎，哎，李克，李克，别管我，别管我，追他们！站住！别动！站住！别动！林杰，快！老实点！哎，你们抓错人了！你们抓错人了！什么抓错人了？你们看把你能的啊！还跟警察赛跑呢！你们啊！你抓错人了！啊！没有决裂。起来！起来！走！走！小心心。
喂，喂，爸，那个，诺诺在舞蹈班发烧了。哎，我这实在走不开，啊，那个实在没办法了，麻烦您帮我去接他一下，带他去医院行吗？那李同学呢？他管不管孩子了？他没接电话。哎呀，他平时那么忙，您又不是不知道。爸，别问那么多了，你赶紧去吧。啊。好，那我去接吧。谢谢爸，注意安全啊。这是收购的第3家手机工厂，规模比之前的大2倍，资质也相对完善，会让我们的出口比之前多3倍。这是筛选出来的一些供应商，你也掌握一下。你定进去。我这几天会去一趟香港，找几家结汇公司。好。赵静怡那边货已经发出了，票货也备好了。如果结汇公司一确定，咱是不是就可以运转了？基本上是这样安排的。发票安全吗？放心，我都交代好了。凡是给启科开的票，都必须是新设立的，只供公司内部使用，不掺杂其他任何业务。哎，非常好，好，再来一次啊，5、6、7、8，拎小裙子。好，最后行李打开，好，头往这边偏，哎，很好看，好收。好啦，小朋友们下课啦，拜拜，去吧去吧，快去吧。诺诺，你还难受吗？哎呦，怎么又烫了？你家里人怎么还没来接你？你等着啊，我去给你家里人打电话啊。家没事吧？师傅，你怎么样了？赶紧啊！有没有事？有没有事？赶紧打110，赶紧打！没事吧？您这是心脏有问题。喂，120吗？我这出了车祸，行动室南阳路。哎，师傅，您怎么样了？咱爸怎么样了？啊？诺诺呢？你为什么不接电话啊？我给你打了好几10个，你为什么不接啊？我不是不接，我看见你打电话的时候正在追捕一个嫌疑人，等我再回来再看的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。你总是晚了，这算是理由吗？你怎么心里永远都只有你的工作？你把我们放在过心上吗？你心里当我们是家吗？怎么又来了？咱们讨论多少次了？我这么做不全是为了这个家，让你们生活好一点？闭嘴吧你！诺诺生病的时候，发高烧的时候，你在哪儿啊？我爸因为车祸心脏病发，生命垂危，现在在抢救呢。你又在哪儿啊？你怎么每次都说你把我们放在心上？你有这个家，你就是为了你的工作。别跟我生着说你心里就只有我们这个家了，我看你心里就只有你那个税务局。你就为了你的税务局，为了你的虚荣心、自尊心，你就心心念念的想爬上那个位置。我告诉你，李东杰，我爸要是有个什么3长2短，我们就完了。
得像个单亲妈妈。多少度？38度6。啊？没事，你不用担心，已经比刚刚好多了。一会儿观察一下，完全退烧了就可以出院了。你手需要处理一下吗？没事，划了一下，没那么娇气。行，那你有需要的话，去护士站那儿有消毒用品啊。这瓶输完了，按铃叫我。啊，谢谢啊。没事。喂，李科。哎，情况怎么样？从您肩腿里问出点东西来。对，有事及时跟我沟通啊。等我这边孩子退了烧，我就来跟你们会合啊。挂了。你走吧，去忙你的工作吧。没那么急，我等孩子退了烧我再走。你人在这儿，心也不在。这里有医生和护士看着呢，你待在这儿也是添堵。那你一个人行吗？要不然……你走吧，我不想看见你。666924815，666924815，666924815。666924815。我找到了。大叔，你来一下，我好像找着了，你看一下是不是？绝对没错，这个数字我这辈子都忘不了。找到了。根据进仓单、装箱单和运输单的单号和时间，我们找到了当天运送货物的车辆是一辆外地车。但这些车都是跑长途拉货的，哪儿的车都有。暂时我们还无法查到他的物流信息，对方只给我们提供了他的车牌号。去找金针的小飞，让金针帮我们查一下这辆车在哪儿。只要找到了车，就能根据车上的 GPS 查到这辆车的轨迹，看看他到底是不是拉得进市公司的货。明白？那我们呢？都准备一下吧。只要查到了车辆的信息，我们就知道下面的方向是什么。好。担心真不愧是业内新兴的黑马，像梁总和于总这样从国外归来的精英，正是我们所需啊。曾总，您客气了。不过从公示上来看，你们公司之前曾经接受过虚开发票，被税务局查处列入了失信企业。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呢，说实话，
我们于总，我们公司绝对不是故意接受虚开发票。其实说到底，我们公司也是受害的一方。我呢是法定代表人，但是这些发票不是我本人购买的，是我们公司的项目经理在一个项目中接受了虚开增值税发票，但是我们公司呢是积极的补缴了税款、滞纳金以及这个罚款。那个项目经理，公安机关已经进行了调查。本来以为这个事儿到此就应该结束了，可是万万没想到，就因为这个失信的问题，我们公司的大量业务没有办法正常的开展。后来一打听才知道，我们公司已经被列入了税务违法的黑名单。这前不久，本来我们打算向银行贷款的，银行就是因为这个理由拒绝了我们的申请。紧接着，新东市政府工程施工招标，我们公司被取消竞标资格。梁总、于总，你们一定要帮帮我们。我之前真的不知道这个问题，它会这么大，这么麻烦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曾总，我们国家的法律是明确规定了的，为他人虚开、为自己虚开、让他人帮自己虚开，以及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，这些行为都属于虚开发票。所以，这件事情不是简单的企业内部管理的问题，而是贵公司已经犯法了。是，您说的对，我们确实做得不好，我们也愿意接受处罚。但是话说回来，这个公司从创立到现在，真的是让我付出了毕生的心血，而且现在还牵连到其他几个股东以及他们背后的家庭。这个公司它真的不能垮。我们呢现在就是想尽快的去掉这个失信问题。我听说现在可以那个信用修复，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操作。当然我也知道的。就我们公司这个案子呢，金额不是大几千万，更没有上亿，很多小的税务公司都不接，那些大的税务公司就更没兴趣了。我也真是为了这个事儿，我都快急死了因为这确实是新出台的政策，大家对这个政策都还不太熟悉，所以您也知道，作为税务师来说，谨慎是第一原则，大家就不敢贸然的去接手这样的案子。曾总，真不是我们不愿意帮忙，我们担信呢也是小公司，很多政策上的风向也得看大公司的举动才好去实行。所以我给您一个建议您看要不要您再去问问其他大公司？于总别你可千万别把我往外推你们这可不是什么小公司，如果你们都不愿意帮我真的不知道该去找谁了。曾总，你别着急。于总，我求您了，于总，帮帮我。于总，梁总，我拜托你们了，求你们了，好吧，我求求你们了。曾总，我们担心，决定接受您的委托，但是失信企业恢复信誉，这确实是一个最新出台的政策，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和了解，所以在时间上我们需要的会更宽裕，但是一定会尽快。没问题，只要能解决，条件你们随便提。谢谢梁总，谢谢于总，谢谢。曾老板，以后多多宣传我们丹心事务所了。一定。对了，你们有什么需求呢，也尽管开口，我一定会全力的配合。留步。慢走，再见。某些人又要开始跑断腿喽。我跑一跑没关系，你看人家那么着急，能帮帮他就帮帮他吧。你我还不了解，你就是责任心太强了。上学的时候就是哪条路难走，你就偏要选哪条走。这下好了，去帮助失信企业恢复信誉的事儿，咱们就趟着往前走吧。毕竟这世上很多事儿也不是为了赚钱，是吧？是。我刚才就想问你呢，今天这妆刻意画过吧？这小嘴红的。
没有吧？没有，你看着我说，你是不是晚上有约会？啊？老实交代有没有？没有，就是有约会。没有。快考试了，来，多吃点啊，补充营养。还有这个鸡汤很好喝，喝点。锦绣妈妈，你放心吧，明年考的都是我擅长的。这小子啊，语文和英语不让人操心。这段时间呢，以后努力，手机玩的少了。我跟你说，回家以后必须好好复习，尤其是数学，知道吗？数学一塌糊涂。数学可是我们当年的强项。我们数学要不在行，怎么跟师傅打交道？青春妈妈，其实今天这顿饭是我爸想请您吃的，但是我就是个借口。那下次我请。爸，你看看你再看看人家锦绣妈妈。吃你的饭吧，这样好不好？下次不管谁请，都把你带上。多吃点。吃点蘑菇。你好啊，你好，请问是娄叔吗？哎呀，你係邊個？有咩事啊？咱们之前见过，我要买点货。你要買多少貨？家里想起来香港谈得住吗，孙先生？可以，另外能帮我打听个人吗？沒問題啊，就看你買多少貨啦。行，钱一会儿给你转过去。我跟你说，别买多，一天的量就行。我是觉得你退休这几年还真成了家庭主男了啊！郑浩这小子整天忙得不着家，只要他做饭，那是太阳从西边出来。还有呢，这个小青这孩子呢正长身体，所以我现在每天的任务啊，就是变着花样给他俩做饭。你做菜真的都不重样吗？那当然啊！你比如说今天啊，我就想给他们做一个，油焖大虾再来一个红烧鱼头然后呢莲藕玉米排骨汤炖一个。不是这个搭配不错呀，不错吧？要不然我就按照你这个菜谱也来那么一套。行，是吧？哎，老板，今天这玉米嫩不嫩啊？嫩，新鲜的很，是吧？对。你看多少钱一根？2块钱一根。行，那我们来6个。好，分开装吗？分开装。好嘞。12块钱。别，我买蔬菜你还跟我客气？哎呀，你那手机用的不熟练。哎呀，不是，那说好了啊，一会儿又付了啊。哎，好。一会儿买大虾的时候我来付，好吧？明天你吧，今天这菜谱我推荐的。哎，好了。慢走啊！好。哎，不是你刚才买玉米的时候怎么没砍价啊？蔬菜我一般就不砍价了啊。这家呢，我天天来都是熟人，人家也特别不容易，一个人带俩孩子呢。算了。是，哎，买虾是可以砍价的。可以啊，那好。查到了啊，那辆车是登记在豫南市的一家租厂名下，准备一下马上出发。现在走？对。
资料帮我整理好，放包里。一走好几天呢，我跟欣欣说一声啊。车牌号是EA8056H。行，我帮你查一下。你们现在要找的这辆车，在临春市，租车的人叫张少，啊，他是跑长途货运的。GPS 被重置了。哎呀，我早就说了，这 GPS 没内存，我随手就给格式化了。哎，你们可以问问王哥呀，这个车上一个租主啊，租这个车好多年了，特别有感情。知道我接手这车之后，还专门叮嘱我说要我爱惜这辆车呢。他人呢？他老婆好像最近生病了，去外地看病了，好像是。哪儿啊？好像是新东市。新东市？哎。中间那床的家属就是王贵。好，谢谢啊。你们是？你好，王贵。谢谢。我们呢是新东事务局的，是这样啊，有些事情跟你咨询一下，打扰你。哦，什么事情？啊，是这样。你对这辆车有印象吗？有。是在新东市装的货吗？不是，离新东市远得很。我记得在安南市。那关键性的线索呢？怎么找到的呀？我们找到了负责运输的车主，他告诉我们真实载货的地点是在安南市的一家工厂，而我们找到了这个厂，发现金盛公司出口的货物其实是安南市工厂的货物，是一样的。而这家货代公司又协同金盛公司，将安南市工厂不需要退税的货物伪造成金盛公司的货物进行出口，再让金盛用票据进行出口退税。金城武是吧？我们是新东市公安局的，我们已经掌握了你大量骗取出口退税的证据，请协助调查。而金盛公司又通过接受虚开发票和虚假生产的方式，进行伪造购进和生产业务。上周我们已经向该企业下达了追缴税款和处罚1倍的处罚决定。下一步，公安将继续追究其刑事责任。你是什么时候到的新东？15年底。那金盛公司的出口业务一直都是你负责吗？都是我。说一下你主要做哪些事？就是挣点钱呗。哦，这次的案子确实典型，学到了。来，吃个鸡块。那你吃我的吧。哎呀，这2个人吃饭就是香啊！你看看咱俩都多余。你还真说对了。我也想吃鸡腿。这是你自己个儿的吧？啊！听说我们局里要开个表彰大会，说是表彰打击虚开骗税2年专项行动的先进个人。那肯定是我们2科的正科呀。哎，我们办了一个出口骗税的大案。哎，那可不一定啊，正科才来了不到1年，还没有那个竞选资格。我觉得应该是我们理科。办什么案子肯定要看是哪个案子大呀。哎，你俩可以了啊。哎，今天早上你收到那个发工资的短信了吗？嗯。那你这样子不高兴啊？不是你想，咱们平时的案子动辄成百上千万，是不是？几个亿、10几个亿，平平常常。
回过头来看看我们，落差。哎，你别说，这个我深有体会啊。我常有这种落差感，这叫什么？这叫人间现实。甭管你看到什么生活，认清自己，过好自己的生活，这才叫什么真理。说的真好。别整天想。你哥。哎，你好。嘘。哎，董姐。哎，回来了。哎，听说你这次案子跋山涉水的，挺危险的。嗨，咱们这工作性质不就这样吗？哎，你那出口骗税的案子怎么样了？折腾了几个月吧，找到了关键人物。特辛苦吧？我上次这出口骗税，然后我在沿海那小城市里边一待3月，每天睡觉就2小时。没你那边那么严重，我这案子还是相对比较简单的。你觉得这次表扬大会，我还是觉得咱们检察科有戏。哎呀，谁拿都一样。小刘请假了，我马上就打电话。哎，丽娜，你们是要备用钥匙是吧？以金盛公司的能力，不可能凭空打造出这么严密的违法链条。他应该搭上了一个职业化的涉税犯罪团伙，会不会就是这个民祥合金？这个职业化的涉税犯罪团伙与展翼团伙有没有关系？会不会就是盘踞在新东地下的那条大鱼？师傅，师傅，表彰大会马上开始了，找你半天了。哦，知道了，我先去了。同志们，打击虚开骗税违法犯罪活动，事关国家经济和税收的安全，事关经济高质量发展。按照新东市多部门打击虚开骗税2年专项行动工作的要求，新东市税务稽查部门集中开展打击虚开骗税违法行为专项行动，摧毁了一批跨区域、行业性职业虚开骗税团伙。师傅，这次表彰的应该是你吧？我觉得应该是董姐。一查到你的压倒性高压态势，有效遏制了虚开骗税违法犯罪猖獗势头。严厉打击虚开骗税违法犯罪行为，要感谢我们奋斗在一线的稽查同志们，每一个都是值得表扬的虎将，因为他们的优秀表现，才有了我们今天的这次表彰大会。获得打击虚开骗税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先进个人的是检察一科李东杰。有请李东杰同志上台领奖。李科开始不怎么高兴了。李科，上台领奖。来，领导，庆祝咱们出口兑税到账成功。我们呀，再做几笔之后，明年坐，明年就可以把旁边那座大厦给买下来，咱们做互联网，名字我都想好了，叫凯达。
其实啊，我特别了解你的心思，你呢愿意教书育人，想过平平静静的日子，对吧？这样，就以公司的名义，给你做一个教育机构，送你60%的股份，然后你来总体负责，行不行？凯哥，你让我做的事情我已经做了，退税款也已经到账了，所以我想拿我们之前说好的，给婉儿治病的那笔钱。多少钱？ 1400万。